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喵咪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的标题是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2个深层次原因。中概股的回归潮也将加速扭转盈利在国内、分红在海外的尴尬局面，让中国人民分享优质企业高速发展的红利。2021年9月2日，国家重磅宣布深化新三板改革，并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北交所的目的是利用资本市场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成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打造服务型新兴中小企业主阵地。因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是达不到主板交易所上市门槛的。众所周知，沪深主板的上市门槛是公司必须要连续3年盈利。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规律来看，中小企业发展技术路线尚未定型，盈利模式尚未稳定，尤其需要资本的支持。资本市场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国际市场的成熟经验。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之后，将形成京沪深3地交易所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各显优势的证券市场新格局。北京证券交易所定位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沪深市场的主板将继续为成熟的大中型企业服务，科创板为硬科技产业板块的企业服务，创业板为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成长型创新企业服务。新三板以前一直是中小企业的主阵地，然而投资门槛过高，2020年之前需要500万人民币。现在北交所又搞了一个分层制度，希望通过这种创新来解决过去新三板大资金进不来、小资金没有权限交易、流动性太差的问题。目前北交所新三板的交易门槛是：精选层是100万，创新层是150万，基础层是200万。那就是说，公司风险越高，交易门槛也就越高。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投资者，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推动创业创新和扩大就业。目前我国已经有1.4亿个市场主体，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我国中小企业的特征是5、6、7、8、9，也就是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占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可以说，中小企业是国之根本。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种种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融资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最根本的就是一视同仁，让国企、民营企业和各类的市场主体切实依法依规公平竞争。新三板的企业中94%都是中小企业，正是因为中小企业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才使得大企业不能任意操纵垄断市场，这对防止大资本无序扩张、激发经济活力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兴旺发展，无论是保增长、稳就业、求创新，还是稳预期，都将成为一句空话。所以近年来，国家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设立北交所的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由于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2021年有过2次停止受理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事情。第一次是在瑞幸咖啡造假事件爆发后1个月，美国参议院便全票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表决。到2020年12月2号，这一法案正式被美国众议院通过。此后，在2020年3月份，又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正式通过。该法案在审计和提供不受政府拥有的证明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该法案的主要包含2项内容：一，如果外国公司连续3年未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的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的审计，将被禁止在美国的任何交易所上市。二，上市公司需披露自己与该国政府的关系。第二次是在2021年8月16号，美国 SEC 宣布暂停中概股 VIE 架构上市。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证监会主席加里·詹斯勒 Gary Gensler 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对此前发布的中概股 VIE 架构上市指引进行解释，并明确表示暂停设立公司登陆美股市场。Gary Gensler 在视频中指出，部分中国营运公司透过空壳公司，就是俗称的 VIE 可变利益实体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向 SEC 注册上市。当美国投资者误以为自己正投资一间中国企业时，他们投资的企业可能是一间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实体。他要求中国企业应完全披露在开曼群岛的实体与中国境内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动。
除此之外，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强监管正在不断的加码，比如实体清单、军事终端用户清单、中共军工企业清单，已经成为限制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和融资的3种主要手段。就在2021年1月中旬，美国政府又宣布将小米、中国商飞等9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自去年起，美国政府一直在不断扩大投资经理黑名单，而美国投资者则被要求在2020年11月11号前出售所持黑名单中概股公司的股份。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消失的情况下，目前美国正在收紧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监管规定，主动和美国脱钩。中国政府严格监管的做法将影响中国企业赴美 IPO， 比如滴滴偷偷摸摸的擅自赴美上市，遭到5部门联合清查就是例子。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资本市场一直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的融资来源。中国设立北交所意味着在资本领域主动的和美国脱钩，将资金引向有发展前途的初创科技公司。同时，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目的是吸引那些已经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再回归中国2次上市，可以提高中国股市在全球的地位，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吸引全球资本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服务。随着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加上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生之后，美股对中概股的监管更加严格，因此中概股正在掀起回归潮，而回归潮的目的地基本都是港交所。同时 A 股以注册制等改革为代表的制度也吸引了中概股回流。注册制实施后，融资壁垒减少，流通性增加，上市不用排队，减少了上市限制，中概股可以比较容易的获得融资，还能获得满意的估值，企业自然热衷于回归。之前大量的中国科技创新企业赴美上市，并形成阵容强大的中概股板块，主要是由于企业自身的资本架构与当下业绩无法满足 A 股与港股的上市要求。另外，有专家指出，证监会重点欢迎的应该是超级独角兽企业，比如互联网内容行业、互联网零售行业、移动支付、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生物技术等。这些都是监管层和投资人欢迎回归2次上市的行业。对那些在海外也不被看好的企业回归 A 股，应当要把好关口，防止借道套利或借道收割中小散户的现象发生，在制度上堵塞中概股回归的一些漏洞。自阿里巴巴回归港股2次上市以来，已经有网易、京东等多个互联网巨头实现港股2次上市，但在庞大的美股中概股体系中，没能回国上市的企业才是多数。截至2019年8月3号，259只中概股中，尚有244家企业还没有登陆 A 股或港股。自20世纪90年代第一家大陆企业在美上市以来，中概股赴美上市已经风雨兼程地走过了30年，但是中概股盈利在国内，分红在海外的尴尬情况一直伴随着中概股。这种局面亟待扭转，让美国股民来分享中国优质企业在中国大陆赚到的利润和高速发展的成果，真是让人愤怒。数据显示，中概股赴美上市30年，分红超过3600亿美元。截至2019年8月3号，在美中概股有259家上市企业有分红的记录，累计分红金额高达3630.8亿美元，其中14家中概股企业累计分红金额在10亿美元以上，累计分红金额在1亿至10亿美元之间的有19家，28家中概股企业累计分红金额在1亿美元以下，而中石油、中国移动累计分红金额均在1000亿美元以上。中石油、华能电力、上市化、橡果国际、广深铁路、人人网等企业在美国上市以来，累计分红金额远超目前的总市值。除了分红以外，中概股企业股价上涨所带来的浮盈也是企业的红利之一。数据显示，目前81家美股中概股较发行价上涨，其中48家美股中概股股价翻倍，有8家中概股企业股价涨幅在10倍以上，百度、好未来、网易3家涨幅超过40倍。值得注意的是，网易是美股中概股分红金额前10唯一一家互联网公司，其20年分红金额为33.72亿美元，而其股价涨幅高达133倍，位居所有中概股之首。自从中概股赴美上市以来，不少企业完成了从普通明星公司到国际行业巨头的蜕变，但却无法摆脱盈利在国内、分红在海外的尴尬局面。那些高科技头部企业几乎所有的业务都在中国大陆，他们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全体中国人民的口袋里面赚走的。
他们有义务让全体中国人民分享企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超额收益。借此，中概股的回归潮也将加速扭转盈利在国内、分红在海外的尴尬局面。本期讲完了，希望老铁们订阅、点赞、留言、转发，谢谢大家。